喺2020年8月17日嘅凌晨時分啊，當香港大部分市民仲喺熟睡中時西營盤高街富裕大廈16樓嘅一個單位內正上演住一場足以震撼整個社會嘅家庭悲劇。呢個唔單止係一宗普通嘅倫常命案，而係一個複雜嘅社會縮影，折射出疫情時代下香港家庭關係嘅脆弱、男性心理健康嘅被忽視，以及一個充滿歷史陰霾地區嘅詭異巧合。當我哋深入探討呢宗案件時，會發現佢嘅發生地點本身就充滿咗令人不寒而栗嘅象徵意義。高街呢一條看似平凡嘅街道，實際上承載住香港最為陰森嘅歷史記憶。距離案發現場僅僅數百米之遙嘅高街2號，矗立住一座被稱為高街鬼屋嘅建築物。咁係一座建於1892年嘅舊精神病院。呢座巴洛克風格嘅建築曾經收容過無數精神病患者，見證咗人類心靈最黑暗嘅時刻。而喺128年之後，同一條街道上再次發生咗一場關於精神崩潰嘅悲劇。呢種時空嘅呼應令人不禁思考，是否某種無形嘅力量喺呢片土地上留低咗不可磨滅嘅印記。44歲嘅秦先生，一個喺通訊行業工作嘅中年男子，3年前經歷咗婚姻嘅破裂。喺香港呢個高度競爭嘅社會入邊，離婚對男性而言往往意味住雙重嘅失敗標籤，既係感情生活嘅失敗者，亦係社會角色嘅缺失者。根據最新嘅研究數據顯示，香港非同住離異父親嘅情緒壓力平均值高達 7.73 分，滿分10分。呢個數字背後隱藏嘅係一個龐大而被忽視嘅群體嘅痛苦。邢先生選擇搬回與年邁父母同住，呢個看似孝順嘅決定，實際上可能係佢人生中最後一次尋求庇護嘅嘗試。然而，家庭並非總係溫暖嘅港灣。78歲嘅陳父據鄰居描述脾氣暴躁，經常同家人發生爭執。呢一種家庭動態喺疫情期間變得更加複雜同危險。當新冠病毒迫使成個城市進入封鎖狀態嘅時候，無數家庭被迫長時間共處一室。原本可以通過外出工作或者社交活動嚟緩解嘅家庭矛盾，突然間失去咗宣泄嘅出口。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嘅數據顯示，疫情首2個月嘅家庭暴力求助個案比往年同期增加咗1倍幾。呢個驚人嘅數字揭示咗疫情對家庭關係造成嘅深層次破壞。喺呢個特殊嘅歷史時刻，邢先生同佢嘅父親被困喺咗一個充滿壓力嘅密閉空間中。對於邢先生而言呢個唔僅僅係物理空間嘅限制，更加係心理空間嘅極度壓縮。作為一個離婚嘅中年男子，佢失去咗自己嘅家庭，失去咗作為丈夫同父親嘅身份認同，而家又被迫返到原生家庭中重新扮演兒子嘅角色。呢種身份嘅倒退同埋角色嘅混亂對任何一個成年男性嚟講都係巨大嘅心理挑戰。更為複雜嘅係據報道顯示，父子倆最近經常因為賣樓問題發生爭執。喺香港呢個以房地產為核心嘅社會中，房產往往不僅僅代表住財富，更象徵住家族嘅根基同未來嘅保障。對於年邁嘅父親嚟講，房產可能係佢一生積累嘅全部財富，亦都係佢對家族延續嘅最後寄託。而對於經歷咗婚姻失敗嘅仔嚟講，房產嘅處置可能關係到佢重新開始生活嘅可能性。呢一種圍繞房產嘅爭執，實際上反映嘅係兩代人對於安全感同埋未來規劃嘅根本性分歧。當我哋仔細分析案發當晚嘅情況時，會發現呢場悲劇嘅發生具有某種可怕嘅必然性。根據警方嘅調查，爭執發生喺凌晨0時許，呢個時間點本身就好有意義。深夜時分，人嘅理性防線最為薄弱，情緒最容易失控。而且79歲嘅錢母由於聽力問題正喺房間內熟睡，呢個意味住喺呢個關鍵時刻冇任何外力能夠介入同埋阻止悲劇嘅發生。父子倆講喺客廳當中面對面，冇退路，冇緩衝，只有積累已久嘅怨恨同絕望喺黑暗中爆發。35厘米長嘅軍刀，呢個細節透露出案件嘅另一個令人深思嘅層面。呢個唔係一把普通嘅廚房刀具，而係一把具有明顯攻擊性嘅武器。秦先生點解會擁有咁樣一把刀？
呢把刀喺家中存放咗幾耐呢？佢嘅存在係咪暗示住琴先生早就有過暴力嘅念頭呢？呢啲問題嘅答案呢，我哋可能永遠無法得知。但呢把軍刀嘅存在本身就說明咗問題嘅嚴重性。佢似係一個定時炸彈，靜靜咁等待住被引爆嘅嗰一刻。當瓊先生舉起軍刀刺向父親嘅嗰一瞬間，佢刺穿嘅唔僅僅係父親嘅身體，更係整個家庭嘅根基同佢自己嘅未來。父親胸口近心臟嘅2刀同腹部嘅1刀，每一刀都係致命嘅。呢種攻擊嘅殘酷性表明芹先生當時已經完全失去咗理智。然而，更令人震驚嘅係，喺完成呢個可怕嘅行為之後，程先生選擇咗從窗口墮樓自殺。呢個決定係瞬間嘅衝動，定係早有預謀嘅計劃？從心理學嘅角度嚟睇，呢個更似係一種擴大性自殺嘅表現，即喺結束自己生命嘅同時，亦都要帶走最親近嘅人。程先生墮樓時發出嘅巨響，唔單止驚醒咗鄰居，亦都象徵性咁宣告咗一個家庭嘅徹底毀滅。當救護人員趕到現場嘅時候，佢哋面對嘅係一幅地獄般嘅景象，樓下係頭部裝屍嘅仔，樓上係瞓喺血泊中嘅父親，而喺房間裏邊，一個年近80嘅老婦人即將醒嚟，面對人生中最殘酷嘅現實。呢場悲劇嘅發生地點選擇，似乎亦都有住某種詭異嘅宿命感。富裕大廈呢個名本身就充滿咗諷刺意味。喺一個名為富裕嘅建築中發生咗一場因為經濟糾紛而引發嘅家庭慘劇。而更加令人不安嘅係，呢一座大廈位於高街，一條與死亡同埋精神疾病有住深厚歷史聯繫嘅街道。從某種意義上話啦，瓊先生嘅悲劇係呢條街道歷史嘅延續，係嗰啲曾經喺高街精神病院中掙扎嘅靈魂嘅現代回響。疫情嘅影響喺呢個案件中扮演咗催化劑嘅角色。2020年嘅香港正處於新冠疫情嘅陰霾之下，封鎖措施、經濟衰退、社交隔離，呢啲因素共同構成咗一個高壓嘅社會環境。對於好似琴先生咁樣已經處於人生低谷嘅人嚟講，疫情無疑係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佢唔單止要面對離婚帶嚟嘅心理創傷，仲要承受疫情造成嘅經濟壓力同社會隔離，而長期被困喺屋企同脾氣暴躁嘅父親共處，更係俾佢嘅精神狀態雪上加霜。香港社會對男性心理健康嘅忽視喺呢個案件中暴露無遺。根據研究顯示，香港缺乏針對離婚男性嘅專門支援服務，無論係喺時間安排定係內容設計上，都無法滿足男性嘅特殊需求。傳統嘅性別刻板印象要求男性要堅強獨立，唔能夠輕易求助。呢一種社會期待讓好多好似芹先生咁樣嘅男性喺面臨困境時選擇獨自承受，直到最終崩潰。如果社會能夠提供更多針對男性心理健康嘅支援，如果冼生能夠及時獲得專業嘅心理輔導，呢一場悲劇或許就唔會發生。案件中另一個值得關注嘅細節係陳母嘅角色。呢位79歲嘅老婦人，由於聽力問題而冇察覺到客廳中發生嘅慘劇，直到警方破門而入先至被驚醒。佢嘅存在為呢個悲劇增添咗更多嘅複雜性。作為家庭中唯一嘅幸存者，佢唔單止要承受失去丈夫同兒子嘅巨大痛苦，仲要面對外界嘅質疑同自責。啲人可能會問啦，作為母親同埋妻子，佢係咪應該察覺到家庭中嘅緊張氣氛？佢係咪應該採取行動嚟防止悲劇嘅發生？呢一種質疑咧係唔公平嘅，但卻係不可避免嘅。從更廣泛嘅社會角度嚟睇，呢個案件反映咗香港社會喺處理家庭關係同埋心理健康問題上嘅系統性缺陷。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發達嘅國際都市，喺經濟發展方面取得咗巨大嘅成就，但喺社會福利同心理健康支援方面卻相對滯後。特別係對於男性群體，社會往往期待佢哋能夠自己解決問題，而忽視咗佢哋同樣需要情感支持同埋專業幫助嘅事實。
呢場悲劇亦都揭示咗香港房地產文化嘅陰暗面。喺一個房價高企、居住空間狹小嘅城市當中，房產往往成為家庭矛盾嘅焦點。對於好多香港家庭嚟講，房產唔單止係居住嘅地方，更係財富嘅象徵同安全感嘅來源啊！當家庭成員對房產嘅處置產生分歧嘅時候，呢種矛盾往往會演變成激烈嘅衝突。彭家父子圍繞賣樓問題嘅爭執，正係呢種房地產文化負面影響嘅典型例子。案發後嘅處理過程亦都值得關注。警方將此案列為謀殺同埋自殺案，呢個定性雖然喺法律上係準確嘅，但喺某種程度上亦簡化咗事件嘅複雜性。呢個唔單止係一齊刑事案件啊，更加係一個社會問題嘅縮影啊！佢反映咗疫情對家庭關係嘅衝擊、社會對男性心理健康嘅忽視，以及香港房地產文化嘅扭曲。如果我哋僅僅將佢視為一起普通嘅刑事案件，就會錯失從中汲取教訓，防止類似悲劇再次發生嘅機會。高街呢條街道嘅歷史為呢個案件增添咗更多嘅象徵意義。從19世紀末嘅精神病院到21世紀初嘅倫常命案，呢條街道似乎注定要同人類精神嘅黑暗面產生聯繫。高街鬼屋嘅傳說同埋錢家嘅悲劇喺時間上相隔咗一個幾世紀，但係喺本質上咧卻有住驚人嘅相似性，都係關於精神嘅崩潰，都係關於人性嘅扭曲，都係關於絕望嘅最終爆發。呢種歷史嘅呼應，讓人不禁思考，係咪某啲地方真係會積累負面嘅能量，影響住喺嗰度生活嘅人們？雖然呢種諗法可能過於神秘主義，但不可否認嘅係，環境對人嘅心理狀態確實會產生影響。生活喺一個充滿陰暗歷史嘅地方，可能會喺潛意識裏邊增加人們嘅心理負擔。陳先生嘅悲劇亦都反映咗現代都市生活嘅孤獨同埋疏離。喺一個人口密集嘅城市中，人們往往生活喺彼此好近，但係心理距離好遠嘅狀態中。鄰居們呢，雖然呢住喺同一棟樓當中，但對彼此嘅生活呢卻知之甚少。如果社區能夠建立更好嘅支援網絡，如果鄰居們能夠更多咁關心彼此，或許就能夠及早發現情家嘅問題並提供幫助。呢個案件仲揭示咗香港社會喺處理代際關係方面嘅挑戰。陳先生同佢嘅父親代表住兩個唔同嘅世代，佢哋有住唔同嘅價值觀、生活方式同對未來嘅期待。當呢兩代人被迫長期共處一室嘅時候，呢種差異就可能演變成不可調和嘅矛盾啦。點樣喺尊重傳統孝道嘅同時呢，亦保護個人嘅心理健康同生活空間？呢個係香港社會需要認真思考嘅問題。從性別角度嚟睇，呢個案件亦都反映咗傳統男性氣質嘅危機。喺傳統觀念中，男性應該係家庭嘅支柱，應該能夠承擔起經濟責任同保護家人嘅義務。但係當瓊先生面臨離婚、失業同父母同住等一系列挫折時候，佢嘅男性身份認同受到咗嚴重嘅衝擊。呢種身份認同嘅危機，可能係導致佢最終選擇暴力嘅重要因素之一。疫情期間嘅心理健康問題喺呢個案件中得到咗最極端嘅體現啦。新冠病毒唔單止威脅住啲人嘅身體健康，亦都對心理健康造成咗巨大嘅衝擊。封鎖措施、經濟不確定性、社交隔離呢啲因素共同構成咗一個高壓嘅環境。對於嗰啲本來就處於心理脆弱狀態嘅人嚟講，疫情無疑係一個巨大嘅挑戰。瓊先生嘅悲劇咧，提醒我哋喺關注疫情對身體健康影響嘅同時咧，亦都唔能夠忽視其對心理健康嘅長期影響。呢一場悲劇嘅發生時間亦都好有象徵意義。2020年8月，正值香港社會動盪嘅敏感時期，政治紛爭、經濟衰退、疫情蔓延，多重危機交織埋一齊，構成咗一個極度不穩定嘅社會環境。喺咁樣嘅大背景下，個人同家庭嘅問題往往會被放大同激化。瓊家嘅悲劇喺某種程度上，亦都係成個社會危機嘅一個縮影。案件中使用嘅軍刀呢個細節亦都值得深入分析。軍刀作為一種軍用武器，其存在本身就暗示住某種暴力傾向或者對力量嘅渴望嘅。瓊先生點解會擁有咁樣一把武器？
呢個可能反映咗佢內心深處嘅不安全感同埋對控制力嘅渴望啊！喺面臨人生嘅重重挫折嘅時候，呢把軍刀可能俾咗佢一種虛假嘅力量感，但最終卻成為咗毀滅嘅工具。從犯罪心理學嘅角度嚟睇啊，呢個案件展現咗一種典型嘅家庭內暴力嘅模式。施暴者往往係家庭成員中最親近嘅人啊，而受害者由於血緣關係，往往難以預防同埋逃脫。滕先生對父親嘅攻擊唔僅僅係一時衝動嘅結果，更可能係長期積累嘅怨恨同絕望嘅爆發。呢種家庭內暴力往往具有隱蔽性，外界好難察覺同埋干預，直到悲劇發生先至被揭露。呢個案件亦都反映咗香港社會福利體系嘅不足。雖然香港有相對完善嘅社會保障制度，但喺心理健康支援方面仍有好大嘅改進空間。特別係對於男性群體，社會往往缺乏針對性嘅服務同埋支援。如果程先生能夠及時獲得專業嘅心理輔導同埋社會支援，呢場悲劇或許就可以避免啦。案發後襟母作為唯一嘅幸存者，佢嘅後續生活亦都值得關注。失去丈夫同仔嘅佢，唔單止要承受巨大嘅心理創傷，仲要面對經濟同生活上嘅困難。社會應該為咁樣嘅受害者提供長期嘅支援同埋關懷幫助佢哋重建生活。呢個案件嘅媒體報導方式亦都值得反思。雖然媒體有報導新聞嘅責任，但喺處理呢類敏感案件時，應該更加謹慎同負責任。過度渲染暴力細節可能會對公眾產生負面影響，甚至可能引發模仿效應。媒體應該喺滿足公眾知情權嘅同時，亦要考慮到報導對社會嘅潛在影響。從預防嘅角度嚟睇呢個案件為我哋提供咗好多嘅啟示嘅。首先，社會需要建立更完善嘅心理健康支援體系，特別係針對男性群體嘅服務。其次，需要加強對家庭關係嘅關注同埋干預，及早發現同埋處理家庭矛盾。第三，需要改變對男性氣質嘅刻板印象，鼓勵男性喺面臨困難時主動尋求幫助。最後，需要建立更好嘅社區支援網絡，俾人們喺困難時能夠獲得及時嘅幫助同支持。瓊家嘅悲劇係一個時代嘅縮影，係一個社會嘅警鐘。佢提醒我哋喺追求經濟發展嘅同時，唔能夠忽視人嘅精神需求同心理健康。佢話俾我哋知，每一個看似平凡嘅家庭背後，都可能隱藏住深層嘅矛盾同危機。佢警示我哋，如果唔及時關注同解決呢啲問題，悲劇就可能喺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發生。喺高街呢條充滿歷史陰霾嘅街道上彭家嘅悲劇為呢片土地又增添咗一層新嘅陰影。但我哋唔應該讓呢一種陰影繼續蔓延，而應該從中汲取教訓，努力建設一個更加關愛同支持嘅社會。只有咁，我哋先至能夠防止類似嘅悲劇再次發生，先至能夠俾每一個家庭都能夠喺愛與理解中和諧共處。呢場發生喺2020年夏夜嘅悲劇，最終成為咗香港社會集體記憶中嘅一個痛點。佢唔僅僅係一個家庭嘅毀滅，更係整個社會需要面對同反思嘅問題。喺呢個充滿挑戰嘅時代，我哋每個人都有責任關心身邊嘅人，建設一個更加溫暖同埋包容嘅社會，讓愛與理解戰勝仇恨與絕望。多謝你收睇我哋嘅影片啊！我哋誠意邀請你，千祈唔好走住，繼續睇埋落去先，因為我哋仲有一啲嘅說話想同你講。不過講之前都請大家幫一幫手，支持一下我哋嘅影片製作團隊。呢個支持係免費嘅，只需要點讚、留言、分享就可以啦。如果你想睇到我哋更加多即時同埋有用嘅新聞及資訊節目，我哋建議你立即免費訂閱我哋焦點 FM TV 呢個 YouTube 頻道。焦點 FM TV 同埋其他子頻道未來將會一直製作更多實用而且具有價值嘅資訊。如果想進一步收睇更多，例如文章專欄、文字新聞同埋線上課程嘅話，請登入我哋嘅網站 www.fm.today， 免費註冊成為我哋嘅會員。我哋嘅網站系統每日都會自動向你提醒新嘅重要資訊。你可以睇到我哋嘅網站首頁
右上角嘅位置就可以見到登入或者註冊，撳入去你就可以用你嘅電郵地址啦，或者 Google account 或者 Facebook account 去註冊或者登入成為我哋嘅會員。過程只需10秒鐘嘅啫，快捷而且方便。由於我哋將會推出積分系統啊，所以越早登記，未來嘅積分就會越儲越多㗎喇。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仲有啊，去到我哋嘅網站喺首頁嘅位置，大家可以見到我哋已經開始咗焦點專屬嘅玄學家同埋健康專家名冊，只要入到去就可以一覽無遺所有焦點 FM TV 曾經合作過或者合作緊嘅專家聯絡方法啦。當然啦，其實喺每個專家嘅節目入邊，熒光幕嘅右上角大家都會見到有一啲嘅二維碼喺度嘅。其實大家只要掃一掃，一樣可以入到去每一位專家嘅網站專頁，亦都可以直接睇到佢嘅聯絡方法添。焦點 FM TV 邀請唔同嘅專家免費分享佢哋嘅專業資訊，從來都係承諾不會從中收取佣金嘅，因為我哋希望用最客觀嘅角度去為業界作出推廣，同時亦都對我哋嘅觀眾負上一定嘅責任。2024年嘅8月，我哋舉辦咗5週年嘅台慶網聚活動，參與人數接近200人。今年我哋再接再厲，嚟緊嘅8月同埋10月，焦點 FM TV 將會舉辦6週年台慶活動，活動將會分香港場同埋澳門場。今次嘅活動係首次實現港澳同辦嘅歷史性一步。詳情同埋報名方法可以睇返我哋嘅網站 www.fm.today 詳細了解。多謝各位。影片到呢度咧，真正完結啦！麻煩大家幫手支持一下我哋嘅影片製作團隊，呢個支持係免費嘅，只需要點讚、留言、分享就可以啦。如果你想睇到更加多即時同埋有用嘅新聞及資訊節目，我哋建議你立即免費訂閱我哋嘅焦點 FM TV 呢一個 YouTube 頻道。多謝支持。